仙海鱼族。花花与夏星辰皆将目光投向楚风，他们倒是不担心仙海鱼族，可是他们担心楚风，因为他们也是听闻了楚风与仙海鱼族2位少主关系较好，楚风又是重情重义之人，自然担心仙海鱼族的情况。而如他们所料，向来沉稳的楚风此刻脸上涌现出了浓浓的担忧之情。前辈，您从何听到的这个消息？楚风问。说起来，才刚与小鱼儿分开没有多久，小鱼儿那可爱的脸庞依旧历历在目，就好像昨日才刚刚看到。现在告诉他这个消息，让他有些难以接受。但楚风知道摘星道长的消息应该可靠，这件糟糕的事多半是真的发生了。这2件事消息来源很可靠，很快都会传开。摘星道长说道：“师尊，您不是说过仙海鱼族深不可测，怎么可能突然间发生这样的事？会是谁做的？7界圣府还是远古种族？”花花问。都有可能，且我听闻仙海鱼族在最近与玉宗也有了一些过节。摘星道长道。玉宗？听闻玉宗？夏星辰与花花目光复杂，对于玉宗他们自然早有耳闻，那是浩瀚修武界最强大的邪恶势力，至今没人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，也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实力。总之，各方天河霸主都不愿招惹他们，属于井水不犯河水的存在。会不会是7界圣府要一统浩瀚修武界？仙海鱼族拒绝，7界圣府便痛下杀手了。花花猜测道。我也觉得很有可能是7界圣府所为，不然怎么刚好这2件事几乎同时发生？夏星辰道。摘星道长没有回答。前辈，我有要事，先行一步。楚风施礼过后便要离开，讨论没有意义，他想去一探究竟。楚风是要去仙海鱼族？摘星道长问。楚风也不隐瞒，这么大的事，不管与7界圣府有没有关，现在他们都会参与，你自己去太过危险，老夫随你同去。摘星道长话音刚落，花花与夏星辰便道：我们也去，这件事你们不要参与，有其他事情需要你们做，你们2个去这里等我。摘星道长将一张地图递给了花花，花花接过地图，看都没看，便对其师尊道：师尊，我想与你同行。夏星辰：前辈，我也要去。我说了，你们去这等我。摘星道长少有的面露严厉，且此话说完，摘星道长与楚风便消失不见，但一道暗中传音却同时映入他们耳中：你们的实力帮不到楚风，我为楚风母亲做了预言，需要耗费较长时间才能开启，此预言阵不能长时间无人掌控，你们回去帮我控制。听到这个暗中传音，花花与夏星辰互看一眼。星辰姐姐怎么办？花花问。还是听你师尊的吧，毕竟楚风最关心的人肯定还是芥染青。夏星辰道。经过一番赶路，楚风与摘星道长来到了仙海鱼族的总部，那是一方巨大的上界，只是眼下磅礴的结界将整个世界都封锁起来，外面还有一些身影均匀的分散开来，是在守护此地，全部都是界灵师，乃7界圣府的人马。而除了7界圣府的人外，世界之外也聚集着各方强者，大多数都是仙海鱼族本地的势力，是知道消息来一探究竟的，也有一部分是7界圣府将他们召集来的。7界圣府对外宣称，他们得知仙海鱼族出了一些事，仙海鱼族族长失踪，在仙海鱼族族长归来之前，7界圣府暂时代管仙海天河，任何人敢在期间与仙海天河闹事，7界圣府绝不轻饶。但是外面的人议论纷纷，他们都已经知道仙海鱼族出了大事，毕竟仙海鱼族的总部虽然在这里，但仙海鱼族在仙海天河还有多个分部，这个总部虽被7界圣府封锁了，但那些分部的情况大家却看得清楚。据说仙海鱼族所有分部都被摧毁，仙海鱼族族人的鲜血洒满大地，是真正的血流成河，对方手段恶劣，几乎一具完整的尸体都看不到，残尸却随处可见，那些带有历史意义的建筑皆被摧毁，宝物也是洗劫一空，对方出手可谓毫不留情，而那样的战斗不可能一点动静也没有，自然也是第一时间便有人抵达了现场。算一算时间，惊愕地发现仙海鱼族遍布天河的各个世界的分部，竟是在同一时间遭受的攻击，犯下这滔天罪孽之人绝对是有备而来，且实力极其恐怖。有摘星道长在，7界圣府布下的结界根本无法阻挡二人，因为摘星道长的实力已经超越真龙，乃是天龙界灵师，穿过结界，这方世界真容也映入眼帘，当真惨不忍睹。尽管鲜血已经干枯，可刺鼻的血腥之气依旧扑面而来，而那些残尸更是能够让人想象的到这里发生了多么惨烈且恐怖之事。原本美轮美奂生机勃勃的世界已被破坏得满地疮痍，宛如人间地狱，随处可见的除了残尸、血迹以及一座座被破坏出的无边巨坑，此地早已没了往日的美好，剩下的唯有惨烈与死寂。这里仙海天河霸主仙海鱼族的总部与其他分部传闻的景象相同，竟也被破坏得彻彻底底。很显然，这场战斗仙海鱼族是惨败的一方。楚风快速飞掠，想要寻找生还之人，可却根本找不到半个仙海鱼族生还之人，甚至连一具完整的尸体都看不到。越是观察，楚风越是愤怒，这里可是他挚友的家族，死去的也都是他挚友的族人。而看那些残尸的数量，仙海鱼族就算有人生还，但死在这里的人也是非常非常的多。但楚风还是克制住了自己的杀意。别看这里
找不到仙海鱼族的生还之人，但却能够看到7届胜负的人，但他们的样子也是在调查，并且那个样子不像是装的，而是真的在调查。在摘星道长的帮助下，楚风很快便横穿了这方世界，所有重要之地无一例外皆是遭受了毁灭的破坏。且令他失望的是，不仅找不到仙海鱼族生还之人，甚至找不到有关犯下如此罪孽之人的线索。